第22章，尼摩船长的闪电。我们望着森林，都没有起身。我的手刚要送到嘴边，内德兰德则已经把食物送进了嘴里。石头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除非是陨石，孔塞伊说。第二块石头打磨得很圆，从孔塞伊手中打落了一块美味的鸽子腿。这更印证了他的话。我们三人立刻站起身，把枪扛在肩上，准备好应付任何攻击。是猴子吗？内德兰德问道。差不多，孔塞伊回答，是野人。快，回小艇上去！我叫道，向海边跑去。我们必须撤退了，因为大约20名土著人手持弓箭和投石索，出现在一片小树林的边缘。那片树林挡住了地平线，离我们右边不过100步远。小艇停在我们10英寻开外。土著人渐渐逼近，他们没有跑，但不断向我们做出极具敌意的手势，石头和剑像雨点般向我们袭来。内德兰德不愿丢下他的食物。尽管危险迫在眉睫，他还是一个肩上扛着猪，另一个肩上扛着袋鼠，逃之夭夭。2分钟后，我们到达了海滩。我们飞快地把食物和武器装上小艇，把它推入海中，然后架起2只船桨。我们还没划出2链隔远，就有100来个土著人又叫又跳，涉水追来。海水已经淹到他们的腰部。我望向鹦鹉螺号，想看看这阵势是否会吸引平台上的船员出来，但是没有。那巨大的潜艇像一截被冲上岸的残骸，静静地躺在那里，杳无人迹。20分钟后，我们登上了鹦鹉螺号，舱口敞开着。系好小艇后，我们进入了鹦鹉螺号的内部。我下到客厅，那里传来阵阵琴声。尼摩船长正俯身在他的管风琴上，完全沉浸在音乐的狂喜之中。船长，我喊道。他没有听见。船长，我又喊了一声，同时碰了碰他的肩膀。他猛地一震，转过身来对我说：“啊，是您。教授，狩猎怎么样？采集植物还顺利吗？”“是的，船长。但不幸的是，我们招来了一群两足动物，它们的靠近让我感到不安。”“两足动物？哪些？”“野人。”“野人？”尼摩船长带着一丝讥讽回答道：“教授，您踏上陆地，发现野人，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哪里没有野人呢？而且那些您称之为野人的人，难道就比其他人更坏吗？”“但是，船长，我到处都见过他们。如果您不想让他们上船，最好还是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放心，教授，没什么好担心的。但是这些土著人数量很多。”“您数了有多少？”“至少100个。”“阿隆纳斯先生。”尼摩船长回答，手指重新放到琴键上。即使巴布亚所有的土著人都聚集到那个海滩上，鹦鹉螺号也丝毫不用惧怕他们的攻击。船长的手指随即在琴键上滑动起来，我注意到他只按黑键，这使他的旋律带有一种独特的苏格兰风情。他很快就忘记了我的存在，沉浸在一种梦幻般的遐想中。我也没有试图去打扰他。我再次登上平台，夜幕已经降临，因为在这些低纬度地区，太阳落山很快，几乎没有黄昏。我只能隐约看见格波罗尔岛，但海滩上点燃的许多篝火表明，土著人并没有离开的打算。我就这样待了好几个小时，
有时想着那些土著人，尽管由于船长那不可动摇的自信，我并不害怕他们，有时又把他们抛诸脑后，专心欣赏热带夜晚的壮丽景色。我的思绪飞回了法国，追随着几个小时后，便会照亮故乡的黄道12宫的星辰。月亮在天顶的星座间熠熠生辉。我当时想，这颗忠诚又温顺的卫星，2天后便会回到同一位置，泼气潮水，将鹦鹉螺号从它的珊瑚床上解救出来。大约午夜时分，见黑暗的水面和海岸上一切都平静如初，我便回到我的房间，安然睡去。这一夜平安无事。巴布亚人无疑是被那搁浅在海湾里的怪物吓坏了，因为一直敞开的舱口本可以让他们轻易进入鹦鹉螺号的内部。1月8日早上6点，我再次登上平台，晨曦的阴影渐渐散去，很快，薄雾消散，岛屿首先露出了它的海滩，然后是它的山峰。土著人还在那里，人数比前一天更多了，大约有500-600人。一些人趁着退潮，已经前进到珊瑚礁的顶端，离鹦鹉螺号不到2链格的距离，我很容易就能看清他们。他们是真正的巴布亚人，体格健壮，堪称优秀人种。他们额头宽阔高耸，鼻子粗大却不扁平，牙齿洁白。他们那羊毛般的头发染成了红色，与他们黝黑发亮，如同努比亚人一般的身体形成鲜明对比。从他们被割开并撑大的耳垂上，挂着一串串骨饰。这些野人大多赤身裸体，在他们中间，我看到一些妇女，从臀部到膝盖围着一种用草编织的类似裙撑的东西，由植物纤维制成的腰带束着。一些首领脖子上戴着新月形的饰物和红白两色的廉价珠宝项链。几乎所有人都手持弓箭和盾牌，肩上扛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打磨圆滑的石块。他们能熟练地用投石索投掷这些石块。一位首领已经相当靠近鹦鹉螺号，正仔细地打量着它。他一定是个地位很高的马多，因为他裹着一件香蕉叶制成的披风，边缘呈锯齿状，色彩鲜艳。我本可以轻易击中那个土著人，因为他离得很近，但我认为最好还是等他们真正表现出敌意再说。在欧洲人和野人之间，应该由前者回应，而不是主动攻击。退潮期间，土著人在鹦鹉螺号周围转悠，但并没有发出太大的声响。我听见他们常常重复 "I-say" 这个词，从他们的手势中，我明白他们是邀请我上岸，但我认为还是拒绝为好。那天小艇没有出去，这让内德兰德很不高兴，因为他没能补充他的给养。这位手巧的加拿大人则利用这段时间处理从格伯罗尔岛带回来的肉类和面粉。至于那些野人，大约在上午11点，当珊瑚礁的顶端开始被上涨的潮水淹没时，他们便回到了陆地。但我看到海滩上他们的人数大大增加了，他们很可能来自附近的岛屿，或是巴布亚本土。然而，我连一只土著人的独木舟都没看见。闲来无事，我忽然想在这些清澈美丽的水域进行拖网作业。水下满是贝壳、水螅虫和远洋水生植物。再说，如果涨潮能像尼摩船长承诺的那样，让鹦鹉螺号浮起来，这将是他在这一带度过的最后一天了。我请孔塞伊给我拿来一个小巧轻便的拖网，类似于捕捞牡蛎用的那种。那些野人呢？孔塞伊问我。先生，不管您怎么说，他们看起来不像坏人。可是，孩子，他们是食人族啊。一个人既可以是食人族，也可以是个好人，就像一个人既可以贪吃，又可以诚实一样。这两者并不矛盾。孔塞伊回答。好吧，孔塞伊，
我承认他们是诚实的食人族，并且诚实地吃掉他们的俘虏，但是因为我不想被他们吃掉，即使是诚实地，我也会保持警惕，因为鹦鹉螺号的船长似乎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现在，动手吧！我们花了2个小时打捞，但没有捞到什么特别的东西。拖网里满是海饵、竖琴螺、黑螺，尤其是我从未见过的最漂亮的垂螺。我们还捞到一些海参、珍珠贝和10几只小海龟，留作船上的食物。但就在我最不经意的时候，我触到了一件奇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件非常罕见的自然变异品。孔赛伊刚把拖网拉上来，里面装满了各种很普通的贝壳。我突然迅速地把手伸进网里，取出一个贝壳，发出了一声贝类学家的惊叫，也就是人类喉咙所能发出的最尖锐的叫声。先生怎么了？被什么东西咬了吗？孔赛伊非常惊讶地问道。没有，孩子，不过为了我的发现，我情愿舍弃一根手指。什么发现？这个贝壳，我说着，展示了我那件引以为傲的东西。但这不过是一枚斑点橄榄螺，属于橄榄螺属蛭鳃目腹足纲软体动物门。是的，孔赛伊，但它不是从右向左旋，而是从左向右旋的。不可能！孔赛伊叫道。是的，孩子，这是一个左旋海螺。一个左旋海螺，孔赛伊心砰砰直跳，重复道：看看它的螺塔。啊，请先生相信我，我从未感受过如此激动。孔赛伊说着，用颤抖的手拿起那珍贵的贝壳。的确值得激动。正如博物学家指出的那样，右旋是自然界的一条规律，星体及其卫星的公转和自转运动都是从右向左的。人类更常使用右手而非左手，因此它的工具、器具、楼梯、锁、钟表、发条等等，也都是为从右向左使用而设计的。大自然在贝壳的螺纹上也基本遵循了这条规律，除了极少数例外，它们都是右旋的。如果偶然出现左旋的螺纹，收藏家们会出高价购买。孔赛伊和我正全神贯注地欣赏着我们的宝贝，我希望能用它来丰富博物馆的收藏。就在这时，一个土著人扔来的一块石头，不合时宜地打碎了孔赛伊手中的珍贵之物。我发出一声绝望的叫喊，孔赛伊猛地抓起他的枪，瞄准了一个10米开外正挥舞着投石锁的野人。我想阻止他，但没能成功。他的子弹打碎了挂在土著人手臂上的一串护身符手镯。孔赛伊，我惊呼道：怎么，先生没看见那个食人族先动手攻击了吗？一个贝壳不值得一条人命。啊！这个恶棍！孔赛伊叫道：我宁愿他打断的是我的肩膀。孔赛伊是认真的，但我却不这么想。就在几分钟前，情况已经悄然改变。20来艘独木舟包围了鹦鹉螺号。这些独木舟用树干制成，船身狭长，设计精良，靠着浮在水面上的双舷外扶杆保持平衡。操作它们的是一些动作娴熟半裸的滑手。看着他们逼近，我不禁感到担忧。很明显，这些巴布亚人以前和欧洲人打过交道，认识他们的船只。但是，对于这个搁浅在海湾里，没有桅杆，也没有烟囱的长长的铁质圆筒，他们会怎么想呢？肯定没什么好印象，因为起初他们一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然而，看到他一动不动，他们渐渐壮起了胆子，试图和他亲近一下，而我们恰恰要避免的正是这种亲近。我们的武器没有爆炸声，对这些只敬畏喧嚣器物的土著人产生不了太大效果。
闪电若没有雷声相伴，便不怎么能吓唬住人，尽管危险在于闪电本身，而非声音。独木舟越来越靠近鹦鹉螺号，一阵箭雨落在船身上。真该死，下雹子了，孔塞伊说，而且说不定还是带毒的雹子。必须通知尼摩船长，我说着，钻进了舱口。我下到客厅，但空无一人。我大胆地敲了敲通往船长房间的门，里面传来一声请进。我应声而入，发现尼摩船长正全神贯注地进行一项计算，上面满是 X 和其他代数符号。打扰您了吗？我出于礼貌问道。是的，阿隆纳斯先生，但我猜想您一定有重要的理由要见我。船长回答。非常重要。土著人的独木舟包围了我们，几分钟之内，好几百名野人就会向我们发起攻击。啊！尼摩船长平静地说，他们乘独木舟来的。是的，先生。那么，只要关上舱口就行了。正是如此，我来是想告诉您。再容易不过了，尼摩船长说。他按下一个电钮，向指挥室传达了一道命令。好了，片刻之后他说，小艇已经归位，舱口也关上了。我想您不会担心那些先生们能摧毁连您那艘护卫舰的炮弹都无法穿透的船壁吧？不，船长，但还有一个危险。什么危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必须再次打开舱口，为鹦鹉螺号换气。毫无疑问，因为我们的船像鲸鱼一样需要呼吸。那么，如果那时候巴贝亚人占据了平台，我看不出我们怎么能阻止他们进来。这么说，您认为他们会上船？我肯定。好吧，让他们上来。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阻止他们。说到底，他们不过是些可怜的家伙。我不希望我这次访问格伯罗尔岛，要以牺牲这些不幸者中任何一个人的生命为代价。听完这话，我本想告退，但尼摩船长留住了我，并请我坐在他旁边。他饶有兴趣地询问了我们在陆地上的远足和狩猎情况，似乎不理解加拿大人对肉类的渴望。随后，谈话涉及了各种各样的话题。尼摩船长虽然没有变得更健谈，但态度却和蔼了许多。我们谈到了鹦鹉螺号的处境，它搁浅在迪蒙迪维尔险些失事的同一条海峡。关于这一点，船长对我说：“他是你们最伟大的海员之一，也是你们最智慧的航海家之一。他是你们法国人的库克船长。这位智者是多么不幸啊！敢于挑战南极的冰原、大洋洲的礁石和太平洋的食人族，最终却悲惨地死在一列火车上。如果这位勇士在他生命的最后几秒钟能够反思，您能想象他最后的念头会是什么吗？”说到这里，尼摩船长似乎很激动，这种激动让我对他肃然起敬。然后，我们摊开地图，回顾了这位法国航海家的功绩，他的环球航行，他2次试图到达南极的努力，这促成了阿黛丽蒂和路易菲利普蒂的发现，以及最后他绘制的主要大洋洲岛屿的水文图。您的迪蒙迪维尔在海面上所做的事情，我在海洋深处也做到了，而且比他更全面、更容易。尼摩船长说，星盘号和热星号 The Lee 不断受到飓风的冲击，根本无法与鹦鹉螺号相比。它是一个宁静的书房，真正安稳地待在水中。然而，船长，迪蒙迪维尔的护卫舰和鹦鹉螺号之间有一个相似之处。什么？鹦鹉螺号也像他们一样搁浅了。
鹦鹉螺号没有搁浅。尼摩船长冷冷地回答，它是为了在海底停歇而建造的，我不会像迪蒙迪维尔那样费力地进行那些使他的护卫舰重新浮起的艰难操作。星盘号和热星号险些失事，但我的鹦鹉螺号没有任何危险。明天，在预定的日期和时刻，潮水会轻轻地将它托起，它将重新开始在海洋中的航行。船长，我不怀疑。明天，船长说着站起身来，明天下午2点40分，鹦鹉螺号就会浮起来，并安然无恙地离开托雷斯海峡。他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说完这些话，微微颔首向我告别。我回到了我的房间，在那里，我找到了孔塞伊，他急切地想知道我与船长会谈的结果。孩子，当我告诉他我认为鹦鹉螺号受到了巴布亚土著人的威胁时，船长非常讽刺地回答了我，所以我只告诉你一件事，相信他，安心睡觉吧。先生不需要我的服务吗？不用了，我的朋友，内德兰德在做什么？先生请原谅，内德朋友正在做袋鼠肉酱呢，那一定会是道美味佳肴。独自一人后，我躺下了，但睡得很不好。我听见野人们在平台上跺脚，发出震耳欲聋的叫喊声。这一夜就这样过去了，船员们依然保持着他们惯常的沉寂，他们对食人族的存在漠不关心，就像堡垒里的士兵不会在意在栅栏上爬行的蚂蚁一样。我早上6点起床，舱口还没有打开，因此内部的空气没有得到更新，但是为应付任何意外而储备的氧气发挥了作用，向鹦鹉螺号稀薄的空气中释放了几立方米的氧气。我在我的房间里工作到中午，一直没有见到尼摩船长，船上似乎没有任何起航的准备。我又等了一会儿，然后去了客厅，时钟指向2点半，再过10分钟，潮水就应该涨到最高点了。如果尼摩船长没有许下轻率的承诺，鹦鹉螺号很快就能脱困，否则恐怕要等上好几个月，他才能离开这片珊瑚床了。很快，船身传来一阵预兆性的晃动，我听到粗糙的珊瑚礁摩擦着船舷的声音。2点35分，尼摩船长出现在客厅。我们要起航了，他说。啊！我已经下令打开舱口。那些巴布亚人呢？巴布亚人，尼摩船长回答，轻轻耸了耸肩。他们不会进入鹦鹉螺号吗？他们怎么进去？从您要命令打开的舱口进去。阿隆纳斯先生，尼摩船长平静地回答，鹦鹉螺号的舱口可不是那么容易进的，即使他们是开着的。我看着他。您不明白？不明白。那么，过来看看吧。我走向中央楼梯，内德兰德和孔塞伊正非常好奇地看着几名船员打开舱口，而外面则传来愤怒的喊叫声和可怕的喧嚣。舱口打开了，20个狰狞的面孔出现了，但是第一个抓住楼梯扶手的土著人不知被什么无形的力量向后猛地一推，尖叫着，夸张地跳着逃走了。跟着他的10个同伴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孔塞伊欣喜若狂，内德兰德被他暴烈的本能驱使着，冲向舷梯，但手一碰到扶手，也立刻被击倒在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吼道，我像是被闪电打中了一样。这个词解释了一切，那不是普通的扶手，而是一根金属缆绳，充满了船上的电流，一直通到平台上。任何人碰到它，都会遭到猛烈的电击，
如果尼摩船长将他设备中的全部电流都导向这根缆绳，那电击将是致命的。可以说，他在袭击者和他自己之间布下了一张带电的、无法轻易逾越的无形之网。阿布亚人吓得魂飞魄散，纷纷撤退。我们则强忍着笑意，安慰并揉搓着可怜的内德兰德，他像着了魔似的咒骂着。就在这时，鹦鹉螺号被潮水的最后一波浪涛托起，在船长预言的准确时刻，离开了他的珊瑚床。它的螺旋桨庄严而缓慢地搅动着海水，船速渐渐加快，它在水面上航行，安然无恙地驶离了托雷斯海峡的危险水道。